要塌了包税。如果我告诉你，在古代当地主，很多时候可能还没有今天一个普通上班族过得舒服，你信吗？先别急着反驳，在影视剧里，地主似乎永远都是人生赢家，高门大院，顿顿有肉，出门有人伺候，回家有人端茶。可真实历史恰恰相反，很多地主一辈子最害怕的事情不是赚不到钱，而是家底突然没了，一场旱灾可能毁掉几十年积蓄，一次洪水可能赔光祖上传下来的土地，甚至连白面馒头这种今天再普通不过的东西，很多地主都舍不得天天吃。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离谱？更离谱的还在后面，因为真实历史里的地主不但怕灾荒，怕官府，怕土匪，怕乱世，甚至还怕自己家孩子读不好书。很多地主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土地，到最后才发现土地或许能让一家人吃饱饭，却未必能保住一家人的未来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地主真没有想象中那么舒服，为什么古人还是拼命买地？为什么无数家庭都把拥有土地当成人生目标？而那些地主最终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今天强叔讲局就带你翻开历史账本，看看真实的地主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很多人以为地主就是有钱人，其实并不准确。地主真正的核心不是钱，而是土地。谁掌握土地，谁就是地主。至于有钱没钱，那是另一回事。而地主这个群体的出现，远比很多人想象的更早。时间回到2000多年前，那时候的土地并不像今天这样可以买卖，普通百姓别说拥有土地，甚至连决定自己种哪块地的资格都没有，因为在商周时期，土地几乎全部掌握在王室和贵族手里，那是一个等级森严到令人窒息的时代。《礼记·王制》中曾明确记载过土地等级：天子最大，公侯次之，伯子男依次递减。土地数量和身份地位牢牢绑定在一起，谁拥有土地，谁就拥有权，谁拥有权力，谁就掌握无数人的命运。当时流传着一句话：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。很多人把它当成一句口号，可对于那个时代的人来说，这就是现实。天下所有土地名义上都属于天子，诸侯只是代为管理，普通百姓则按照制度安排在井田里劳作，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，辛苦收获的粮食大部分最终流向上层。那个时代的地主其实就是贵族本身，普通人根本没有机会进入这个阶层。可历史不会永远停在原地，随着时间推移，一场巨大的变化开始出现。变化来自田地，更准确地说，来自生产力。春秋战国时期，铁制农具开始普及，牛耕逐渐推广，农业效率出现飞跃。以前开垦不了的荒地，现在能种了；以前养不活的人口，现在能养活了。越来越多百姓开始私下开垦土地，这些土地不属于旧有井田体系，人们把它们称作私田。私田越来越多，旧制度开始松动。最先意识到这一变化的人是齐国名相管仲，他开始按照土地情况征税。后来鲁国推行出税亩，按照实际占有土地来收税。表面上看这是税收改革，实际上却是一场土地革命，因为它意味着私人土地第一次得到官方认可，土地不再只是贵族专属，普通人也开始拥有土地。而真正彻底改变历史走向的人，则是商鞅。战国时期，商鞅在秦国推行变法，废除井田制度，确认土地私有，允许土地买卖。这道法令一下，中国土地制度正式进入新阶段。从此以后，土地变成了一种可以流通的财富，普通百姓第一次有机会通过努力积累土地。有人种田致富，有人经商发财，有人几十年省吃俭用，一点一点买下土地。地主阶层开始从贵族垄断逐渐扩展到民间。然而问题也随之出现，同样叫地主，彼此之间的差距到底有多大？答案是大到超出很多人的想象。如果把地主阶层比作一座山，那么普通地主可能只是山脚下一块石头，而皇帝则站在山顶。皇帝毫无疑问是天下最大的地主，往下还有皇亲国戚、开国勋贵、世家豪门，他们掌握的土地数量，普通人根本无法想象。举个例子，明朝万历年间，福王朱常洵准备前往洛阳救藩，万历皇帝为了表达宠爱，直接赏赐庄田2万顷。注意，不是2万亩，而是2万顷，一顷等于100亩，2万顷就是整整200万亩土地。这些土地分布在多个地区，每年仅依靠收租就能获得惊人的收入。对于这样的人来说，大鱼大肉根本算不上享受，那只是最普通的一顿饭。真正的生活是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接触的世界。可问题是，这样的超级地主在整个历史长河里其实只是极少数。真正数量最多的地主并不是福王这样的权贵，而是散布在全国乡村里的普通地主。他们拥有几十亩地或者上百亩地，在村里或许算得上体面人物，可他们的生活却远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舒服，甚至很多时候
他们活得比你想象中更加紧张，因为从他们成为地主的那一刻开始，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生存账本也正式翻开了第一页。而接下来，我们就走进一个普通地主家庭，看看他们每天醒来以后最先担心的到底是什么。如果你穿越回古代，走进一个普通地主家的院子，你大概率会失望，因为那里既没有电视剧里的雕梁画栋，也没有前呼后拥的排场，天刚蒙蒙亮，院门已经打开了。一个中年男人披着粗布外衣，踩着露水往地里走。他不是长工，也不是佃户，而是这个家的主人，地主。很多人总觉得地主最大的本事就是收租，事实上，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地主来说，收租只是整个家业里最轻松的一部分。真正让他们头疼的是管理，哪块地缺水了，哪块地该追肥了，哪个佃户家里出了事，今年种麦子还是种高粱，这些事情都要操心，因为土地不会自己长粮食，哪怕地主不用亲自下地挥锄头，也得天天围着土地转，否则一年收成出了问题，损失的就是整个家庭的口粮。而且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，古代地主家庭的人口远比现代家庭多得多，没有计划生育，没有现代避孕观念，一家生4、5个孩子是常事，再加上老人、儿媳、孙辈，一个院子里住着10几口人并不稀奇，这些人每天都要吃饭，都要穿衣，都要花钱。所以对于很多地主来说，最大的烦恼不是如何享受，而是如何维持，尤其是在农业社会，收入极不稳定。今年丰收日子还能过得宽松一点，明年如果遇上灾荒，情况立刻就不一样了。因此很多地主从年轻开始就养成一个习惯，算账，什么都要算，1斗粮食值多少钱，1匹布能穿几年，1头耕牛还能用多久，家里要不要添置农具，甚至连过年买几斤肉都要提前盘算，因为他们知道手里多留一点余粮，未来就多一份保障。而家里的女人同样没有想象中轻松，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地主家的太太似乎每天最大的事情就是喝茶聊天，和真实情况恰恰相反。古代布匹价格很高，为了节省开支，大多数地主家庭都会自己纺线织布，从棉花变成布料，从布料变成衣服，往往要经历一道又一道工序。很多地主家的女眷从天亮忙到天黑，一辈子都在织机和针线之间度过。如果家里孩子多，日子会更加忙碌，所以真实地主家庭的生活状态更像一个大型生产单位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责，谁都闲不下来。然而比生活压力更让地主难受的其实是另一件事，身份。今天很多人会把财富和地位画上等号，有钱就有身份，可在古代这套逻辑并不成立，因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东西不是财富，而是公民。没有公民，再有钱也是平民。这一点对于地主来说尤其残酷，因为他们手里虽然握着土地，却没有真正的政治地位。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穿衣服，今天只要钱包允许，想买什么品牌都可以。可在古代，很多东西根本不是有钱就能买，而是有钱也不能穿。明朝建立后，朱元璋曾经多次颁布法令，普通百姓不得见月历制。什么叫僭越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身份不够，却使用了不该使用的东西，比如丝绸，比如某些颜色，比如某些服饰样式，这些都属于身份象征。一个普通地主，即便拥有上千亩良田，也未必有资格穿上真正华贵的丝绸长袍，更别说明黄色、大红色这类带有特殊意义的颜色。如果有人为了炫耀故意这样穿，轻则被处罚，重则可能招来官府调查。所以古代很多地主虽然家境不错，却只能穿棉布和麻布，远远没有影视剧里那么光鲜。住房也是一样，很多人觉得地主家一定是豪宅，其实不完全对。古代房屋有严格的等级制度，开间数量、门楼规格、屋顶形式，甚至装饰图案都有明确限制。普通百姓再有钱，也不能随便照着官员府邸去建。因此，很多地主家的房子从远处看并不显眼，院子大一点，粮仓多一点，房间宽敞一点，仅此而已。如果让一个现代人穿越过去，仅凭外表很难一眼分辨谁是地主，谁是普通富农。而真正让很多地主破防的是另一件事，他们虽然拥有土地，却依旧被归类为平民，见到官员要行礼，遇到衙役要客气，甚至一些有功名的读书人社会地位都比他们高。这种落差让无数地主拼命寻找改变命运的方法。可在说那个方法之前，我们得先弄明白一个更重要的问题，地主到底有多赚钱。很多人觉得地主既然有地，那一定赚得盆满钵满。可接下来这笔账算完以后，你可能会发现很多地主辛辛苦苦忙活一年，最后剩下的钱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多。而500亩土地的真实收入更会彻底打碎大多数人的
固有认知。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还是不服，地主再惨能惨到哪儿去？毕竟手里握着几百亩土地，怎么想都不可能缺钱。如果你也这么认为，那咱们不妨算一笔账，因为很多时候数字比任何故事都有说服力。假设在清朝中后期，一个地主拥有整整500亩土地，注意不是5亩，不是50亩，而是500亩。放在当时任何一个普通村庄里，这都算得上有头有脸的大地主。听起来是不是已经很厉害了？可接下来这笔账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。先看产量，在没有化肥、农药和高产种子的年代，北方地区1亩地平均产量大约只有200斤左右。这里说的还不是能直接吃的粮食，而是刚收下来的原粮。500亩地全部算上，一年总产量大约10万斤。听到10万斤这个数字，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发财了。可别急，真正的账才刚刚开始，因为这10万斤粮食，地主根本拿不到手。土地虽然是地主的，可种地的人却是佃户。按照古代最普遍的租佃规矩，秋收之后通常对半分，地主一半，佃户一半。10万斤粮食瞬间变成5万斤。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，因为这5万斤依然不是地主真正能赚到的部分。来年的种子要留，农具损坏要修，耕牛老了要换，遇到农忙时节还得支付各种额外开销。最关键的是，官府还在旁边等着收税。等这些支出全部扣完，真正剩下的粮食已经大幅缩水，最后能够卖掉换银子的余粮其实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多。按照清朝中后期的粮价计算，500亩土地的地主家庭一年最终获得的纯收入大约只有300两白银左右。没错，300两，不是3000两，更不是3万两。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都会愣住，500亩地一年才300两，如果按照今天的购买力粗略换算，大概相当于10万元人民币上下。听起来似乎还不错，可问题在于这不是一个人的收入，而是一个家族一整年的收入。一家10几口人要吃饭，孩子要读书，房子要维修，老人要养老，逢年过节要走礼，婚丧嫁娶要摆酒，甚至连衙门里的差役都得时不时打点，样样离不开钱。账本一摊开，你会发现所谓的大地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轻松。更扎心的是，这还是建立在风调雨顺的基础上。如果碰上旱灾、洪灾或者蝗灾，别说300两，能保住本钱就已经算祖宗保佑了。而接下来还有一个更颠覆认知的事实，很多人觉得地主至少能顿顿白面馒头，可真实情况是，不少地主连这个都舍不得。很多人觉得地主家至少能顿顿吃白面馒头吧，可真实情况是，很多地主根本舍不得。为什么？因为白面在古代远比今天昂贵，一粒麦子从地里收回来以后，要先脱粒，再晾晒，然后送到石磨旁边，没有电机，没有发动机，只能依靠牲口或者人力一圈一圈的转，磨出来的面粉也不是雪白的，里面混着大量麦麸。想要得到今天这种细腻洁白的面粉，还得继续筛，一遍不够，再筛第2遍、第3遍、第4遍，直到把麦麸一点点筛出去。问题是筛得越细，损耗越大，很多粮食都会被浪费掉，最后真正剩下的精白面粉往往只占很小一部分。换句话说，想吃一个雪白馒头，背后消耗的是更多粮食和更多劳动力。对于一个时时刻刻都在担心收成的人来说，这是一种相当奢侈的行为。所以真实地主家的主食是什么？不是白馒头，而是掺着大量麦麸的黑面膜，是杂粮饼，是高粱面窝头，颜色发暗，口感粗糙，甚至有些拉嗓子。真正雪白暄软的大馒头往往只有过年时才能见到，或者家里来了重要客人，地主家的女人才会提前几天开始忙活，从粮仓里挑出最好的麦子，反复晒磨，最后蒸出一锅白馒头撑场面。至于肉，那就更加稀罕了。很多人以为地主家天天杀猪，现实恰恰相反。对于古代农户来说，一头猪更像一个会走路的钱袋子，平时舍不得杀，养大以后卖掉，换成银子购买盐布和各种生活用品。地主虽然条件比普通农民好一点，但也远远没有达到顿顿吃肉的程度。很多时候一盘猪油渣就已经算改善伙食。鸡蛋同样如此，地主家养鸡主要看重的是鸡蛋能换钱，攒够一篮子拿到集市上卖掉，换回针线、灯油和杂货。没人会像今天这样每天早晨煮几个鸡蛋当早餐，因为实在舍不得。如果把一个现代人直接送到普通地主家的饭桌前，他大概率会非常失望，因为桌上摆着的东西可能还不如今天很多工地食堂的一份
盒饭丰富，而这还只是地主烦恼的开始。真正能让一个地主家族几年之内彻底垮掉的，并不是吃喝开销，而是老天爷。一旦灾荒降临，再厚的家底也可能迅速见底。如果说白面馒头吃不起，只能算地主生活里的烦恼，那么天灾才是真正悬在所有地主头顶上的那把刀。在农业时代，无论你是地主还是佃户，所有人的命运都掌握在老天爷手里。什么时候下雨，下多少雨，会不会闹蝗灾，会不会发大水，这些事情直接决定着一家人能不能活下去。很多现代人总觉得地主手里有土地，有粮仓，抗风险能力一定很强，可历史一次又一次证明，再厚的家底也未必扛得住连续几年的灾荒，因为土地在之前也得先长出粮食。如果地里颗粒无收，再肥沃的田地也只是一块泥土。古人常说3年一小灾，10年一大灾，这不是夸张，而是农业社会最真实的写照。尤其是在古代中国，水利条件有限，运输能力落后，一旦遭遇极端天气，整个地区都可能陷入绝境。历史上最著名的例子之一就是晚清的丁戊气荒。从1876年到1879年，华北地区遭遇持续性大旱，整整3年，很多地方几乎没下过一场透雨，河床干裂，井水见底，土地被烈日烤得像龟壳一样裂开。放眼望去，田野里没有绿色，只有漫无边际的黄土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人们还在等雨，1个月、2个月、半年、1年，可天空始终没有回应，地里的种子发不了芽，刚冒头的幼苗被晒死，牲口一头接一头倒下，粮价却一天比一天高。有人卖家具，有人卖首饰，有人卖房子，还有人开始卖儿卖女。而在山西一个普通村庄里，一个赵姓地主也被一步步逼到了绝路。赵家祖上留下30多亩良田，在当地算不上大富大贵，但绝对属于过得不错的人家。正常年份里，佃户种地，地主收租，一家人的日子还算体面，村里人见了也会客客气气叫一声赵老爷。可灾荒来了以后，所有体面都开始崩塌。第1年减产，第2年绝收，第3年连种子都保不住，赵家粮仓里的存粮越来越少，可院门外等着吃饭的人却越来越多。那些平时替他种地的佃户，一个个拖家带口站在门口，有人抱着瘦的皮包骨的孩子，有人饿得连站都站不稳。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同一个地方，赵家的粮仓。这时候，一个很多人没有想过的问题出现了：地主到底救不救这些佃户？站在今天看，似乎很简单，我给粮，自己留着吃。可对于古代地主来说，事情远没有那么容易，因为这些佃户不仅是租客，更是土地能够产生价值的关键。土地不会自己种地，粮食不会自己长出来，一旦这些佃户饿死、逃荒或者流亡，地主手里的土地立刻就会变成荒地。而最致命的是，土地荒了，税却不会消失，官府依然会上门收钱。想到这里，赵地主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，开仓放粮。粮仓大门缓缓打开，一袋袋粮食被抬了出来。他知道这些粮食原本是留给自己家保命的，可如果不拿出来，未来可能连地都保不住。最开始的时候，他还觉得自己撑得住，毕竟赵家经营多年，多少有些积蓄。可现实远比想象残酷，灾荒没有结束，粮仓却越来越空。有一天深夜，赵地主提着油灯走进仓库，昏黄的火光照在仓底，那里已经隐约露出了木板。那一刻，他终于明白赵家快撑不住了。为了换粮，他开始卖东西，先卖家具，再卖首饰，后来连祖传土地也开始低价出售。那些平时被视为命根子的田地，一块接着一块离开赵家，可换来的粮食依旧杯水车薪。几年后，赵家彻底败了，土地卖光，积蓄耗尽，曾经让人羡慕的地主之家，最终也加入了逃荒的人群。没人知道他们后来去了哪里，也没人知道他们有没有活下来。他们只是像无数普通人一样，被灾荒悄悄吞没在历史深处。很多人看到这里，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：赵地主为什么非要救这些佃户？不给粮不行吗？自己留着慢慢吃，岂不是更安全？如果放在今天，这种想法似乎没什么问题。可在古代农业社会，事情完全不是这样。因为对于地主来说，佃户并不仅仅是租客，他们更像土地的一部分，甚至可以说是土地能够产生价值的关键。土地不会自己种地，粮食不会自己长出来，地主手里最值钱的东西看起来是土地，实际上却是那些愿意替他种地的人。如果佃户全跑了，会发生什么？答案很简单，土地立刻变成荒地，来年没人播种，没人浇水，没人除草，没人收割。哪怕地主拥有再多土地，
也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长满荒草。而更麻烦的是，地可以荒，税却不会荒。官府不会因为地里长草就停止收税，地契还在谁手里，税单就会送到谁家门口。所以对于很多地主来说，旧佃户未必完全是善良，更多时候是一种自救。因为只有把人留下来，土地未来才能继续产生收入。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很多地主在灾年会开仓放粮。当然，他们未必像戏文里说的那样菩萨心肠，但他们必须保证佃户活下去，否则自己也活不下去。从这个角度看，地主和佃户之间其实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，地主离不开佃户，佃户同样离不开地主。地主提供土地，有时还提供种子农具和耕牛，佃户负责出力耕种。秋收以后，双方再按照约定分粮，谁都想多赚一点，但谁也不能把对方逼到绝路，因为一旦关系破裂，双方都会受损。在很多乡村，一个聪明地主最看重的并不是多收几斗粮，而是名声，因为名声决定有没有人愿意租种他的土地。如果某个地主出了名地，苛刻，租子特别重，动不动就逼债，时间久了，附近佃户就会慢慢远离，土地再多也没人种。可如果一个地主平时讲规矩，灾年适当减租，遇事愿意留余地，那么很多佃户会长期替他种地，双方甚至会形成几十年的稳定关系。有些地方往上追溯，几代人还可能沾亲带故，因此真实历史里的地主和佃户关系远比影视剧里复杂得多，有矛盾，有冲突，有压迫，但同时也存在依赖，存在合作，甚至存在某种利益绑定，这才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长期运转的重要基础之一。扛过了灾荒，依然还有一个更难对付的敌人，这个敌人不会因为丰收而消失，也不会因为灾年而心软，他每年都会准时出现，而且往往比旱灾更让地主头疼，那就是官府。如果说灾荒是老天爷挥下来的刀，那么官府就是地主躲不开的磨盘。因为无论哪个朝代，只要你手里有土地，官府就一定会找上门来。在农业时代，土地不仅能产粮，也是朝廷最重要的税源，而地主拥有土地，自然成了重点征收对象。很多人以为地主最大的收入来自收租，其实对于不少地主来说，最大的烦恼也是收租，因为粮食刚收进仓库，还没捂热，就已经有人惦记上了。第一个惦记的人就是官府。理论上，朝廷规定的税额并不算特别离谱，真正让人头疼的是从县衙到乡里这一整套征收体系，因为到了执行层面，事情往往就变了味儿。明清时期有个很出名的词“火耗”，按照官方说法，碎银在熔炼和运输过程中会产生损耗，所以百姓缴税的时候需要额外补上一部分。听起来似乎有道理，可问题是这个损耗究竟是多少，没有统一标准。于是很多地方开始层层加码，朝廷规定收10两，地方可能收11两、12两，甚至更多。时间久了，火耗逐渐从一种补偿变成了额外负担，而这还只是交银子。如果交的是粮食，情况往往更加麻烦。一些衙役会故意使用更大的粮斗，别人一斗装10斤，他的斗能装11斤，甚至12斤。表面上看还是一斗，实际上已经多收了不少。过秤的时候也不一定公平，秤砣有没有做手脚，谁也说不清。粮食撒出来算百姓损耗，数量不够算百姓责任。反正最后吃亏的人很少是收税的人。对于那些拥有几十亩、上百亩土地的小地主来说，这些额外开销往往最让人难受，因为他们既不像普通农民那样一无所有，也不像豪门大族那样有关系、有背景，属于最容易被盯上的那一类人。很多地主辛辛苦苦忙活一年，刚算出一点盈余，结果各种税费、摊派和应酬一扣，账面上的数字立刻缩水一大截。可即便心里不满，他们也不敢轻易得罪官府，因为土地不会跑，房子不会跑，粮仓更不会跑，官府想找谁，随时都能找到谁。所以在很多地方，地主最怕的并不是粮食收得少，而是收上来的粮食还没来得及卖掉，各种支出就已经排着队找上门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很多地主一辈子都在拼命积攒，可一辈子又都觉得不够，因为他们很清楚，真正危险的事情往往还在后面等着。真正让地主夜里睡不着觉的是乱世，因为在太平年月，土地是财富，可一旦天下大乱，土地反而会变成催命符。想想看，兵荒马乱的时候，谁家有粮？地主家有粮。谁家有银子？地主家有银子。谁家院墙最高？地主家院墙最高。于是每当乱军流寇或者土匪出现，最先被盯上的往往就是地主。粮仓被抢，银两被夺，房屋被烧，严重的时候甚至整个家族都会遭遇灭顶之灾。所以
很多地主必须花钱自保，修围墙、养护院、买刀枪，有些地方甚至把整个村庄修成堡寨。这些支出平时看不见，可一旦算起账来，同样惊人。也正因为如此，真正有远见的地主很少把赚来的钱全部花在吃喝享乐上，因为他们知道今天风光不代表明天还能风光。而在所有投资里面，有一项开销被无数地主家庭视为头等大事，那就是读书。因为他们渐渐发现一个残酷现实，土地能够养活一家人，却未必保得住一家人。真正能够改变家族命运的，从来不是多买几十亩地，而是培养出一个读书人。在古代社会，科举几乎是普通地主阶层唯一合法的上升通道。只要家里有人考中秀才，整个家族的社会地位都会提升。如果中了举人，那更是光宗耀祖。一旦考中进士，步入官场，整个家族的命运都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所以很多地主宁愿少买几亩地，少盖几间房，也要把最聪明的孩子送进私塾，因为他们知道土地决定今天，读书决定未来。晚清名臣曾国藩的家族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。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平本质上只是湖南乡间一个勤劳节俭的小地主，每天起早贪黑，靠着多年积累慢慢攒下几十亩土地，但他始终明白一个道理，只有土地没有权势，家族很难长久兴旺。于是他把大量积蓄投入后代教育。后来曾国藩的父亲曾林书数次参加科举，虽然屡考屡败，却始终没有放弃。到了曾国藩这一代，家族数十年的投入终于迎来回报。曾国藩考中进士，进入仕途，最终成为晚清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。而曾氏家族也从一个普通乡间地主家庭成长为闻名天下的名门望族。这样的故事在古代并不少见，无数地主家族都在重复同样的选择，省吃俭用，供子读书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科举才是真正的翻身路。然而时代终究在改变，随着近代工业文明冲击中国，传统农业社会开始瓦解。辛亥革命之后，旧有社会结构不断松动，地主阶层赖以生存的基础也逐渐动摇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，大量土地重新分配，延续数千年的地主制度最终退出历史舞台。从此以后，地主不再是中国农村社会的重要角色，而成为历史中的一个名词。回过头再看，我们会发现，古代大多数普通地主的一生并不像影视剧里那样锦衣玉食，他们要担心收成，要提防灾荒，要应付官府，要害怕战乱，还要为子孙后代谋划出路。他们始终站在一个十分微妙的位置，向上够不到真正的权贵阶层，向下又害怕跌回贫苦人家，于是只能守着土地，小心翼翼过完一生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地主值得同情，因为无论他们如何精打细算，手中终究掌握着最重要的生产资源。他们的生活再艰难，也很难和那些终年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赤贫农户相比。灾年到来时，地主失去的可能是土地和家产，而许多底层百姓失去的却是活下去的机会。这才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最真实也最残酷的一面。好了，关于古代地主真实生活的故事，强叔讲局今天就讲到这里。如果这段历史颠覆了你的认知，不妨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我们下期接着聊。